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祝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我们的过年特别节目啊，今天持续的来进行当中。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首先欢迎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新年快乐！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新年快乐，马到成功。好，还有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祝大家马英九到成功岭，马到成功。好，今天呢，新的一年哦，节目一开始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今天要来回顾一下，在今年一整年，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国际大事，尤其一开场我们就来关心中美之间的接下来的关系会如何做发展。因为呢，川普跟习近平预估今年哦会4度，川普他会4度的访问中国。那么习近平的话，现在预估来自于川普的说法，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也会进白宫。另外一方面，中俄则是暗中的暗线联手，世界权力版图在今年会怎么发展？今天特别节目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 Political 最新的爆料，说川普预计4月第1周他就会访问北京了，跟习近平主席见面，而且今年可能不是一次会见，整整4次的习川会。4月份，包括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时程，4月份在北京，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会议，12月在迈阿密的 G20， 甚至年底刚刚讲了，习近平可能进白宫。大使怎么看今年的这一次的会面有什么重点是我们要特别来做关注的？这次应该不是去吵架的也不是去这边斗争的。我想应该是川普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他在今年底的期中选举的一个氛围。所以去年底的时候，川普就叫他的这个应该首席幕僚吧，贝森特，美国的财长就出来说啊，这个现在关系大抵都非常好，不会继续有什么斗争。然后呢，今年要见你4次面，然后呢，预期美中关系可以怎么样？可以在一个这个平稳向上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已经把今年的调子中美关系的调子就已经美方就定了。那事实上的话，美国方面学者对今年中美关系，从美国的角度，它的定调是什么？休兵的一年。休兵。那所以在休兵的时候，这个为什么要休兵呢？最主要原因有2个，一个是美国要大选，期中选举。这次川普真的目前为止不看好，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出来冲洗的话，那真的是。川普现在惹出来的祸真的是蛮大的，尤其他那个 ICE 被美国有一些国内人士说，这就不是新纳粹党吗？对不对？这不是这个川普的铁卫军吗？SS 吗？这个在街上杀人，只差没放火了，对不对？3K 党一样。3K 党一样啊！川普的私人军队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 ICE， 还有这么强大一个部队出来？而且呢？不受任何州政府、任何人管不了，就川普一个人的命令，所以就变成这个在美国造成轩然大波啦。然后经济也不好，所以川普今年的期中选举，说实话，他不希望有太多的冲突，外界的冲突，而外力基本上要能够帮他的选举。那另一方面，回过头来，就中国大陆现在手上有2张王牌，对于川普来讲是必须要怎么样？要谨慎行事。第一个稀土，如果中国大陆把这个稀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紧箍咒把它一收的话，那美国很多产业就会把这个责任归诸于川普。你搞了半天，让我们这个工厂生产不出东西下来，我没有办法制造啦。这不只是军工业，电子业极端需要很多稀土的。那美国可是要真正要开很多产业要开天窗了，这个川普要负责，所以。稀土它惹不起大陆。第2个呢，大豆，对吧？撒豆成兵，现在每一颗豆都是一颗兵，对不对？不要说2500亿这个2500万，2500亿吨的这种大豆，那这个都可以的，不是撒豆成兵，撒豆成票，通通可以换成川普的选票。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很多是豆农人，中西部的这些农夫。那你要执政以后把我的饭碗给打破了，那对不起啊，我再认同你的想法，我也不会投票给你换人。所以呢，基本上，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手上有川普不敢惹，而且想要
什么样想要追求的东西。是。那所以这2个因素加起来，川普今年不会跟中国大陆怎么样硬刚，那甚至会拿一些筹码来跟中国大陆做交换。如果他需要大豆，他需要说，再买点牛肉吧。他想说，你猪肉吃也蛮多，再买点猪肉吧。最后回来说水产品能买一点吧。这都是各州的那些参众议员，联邦参议在选举告急的时候，会跟川普讲说，我下面的选民这个这个猪肉协会明尼苏达州，或者说哪一个州，或者阿肯色州猪肉协会说，你要帮我搞到卖掉多少吨的猪肉的话，我票就给你。那去哪里找这么大买主？当然中国大陆了。所以今年川普来讲，从美国角度上来，是可能会不但是要休兵，而且必要的时候要有很多交换条件。是。那台湾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那4月可以见端倪。4月如果没有摆上台面的话，那后面还有3个见面，所以呢，今年对我们来讲的话，尽量少去刺激大陆，是，也不要去刺激美国。那这个我们能够很平稳的这个度过1年就很不错了不要把自己认为我们是所有的这种国际政治里面的我们是什么？我们还是操盘手嘞，哇，那真是太危险了。是，所以今年的中美关系，我想就是说，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可是也不会继续恶化。那如果说双方要认真都有所需的时候，那就要拿很多项目出来交换。是。那所以这个交易的机会很大。好，所以中美在2026年这是一个稍微休兵暂缓的1年，但是这个细节会做一个大交易，会用什么来做交换，这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那在地缘政治上，我们知道中美2派现在2派的阵营也在成型当中。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来特别关心到就是美国跟日本这个加深他们的关系，另外一边就是中俄之间在加强关系。我们先来看美日加强关系。高市早苗不是在2月8号这个众院的选举当中，刚拿下国会2/3的这个修宪门槛，拿到310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吗？在此刻呢，川普也说了，他接下来在3月19号非常欢迎高市早苗来跟他做见面。那为什么呢？川普要这么做呢？是要先控管日本吗？那高市现在取得国会的优势之后，对于接下来的美中局势又会带来什么变数？委员又怎么看？当然呢，就是说高市早苗对这个川普来讲讲好听一点，他是一个很听话的盟友那么讲难听一点，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像赖清德一样，做美国很听话的小弟尤其是高市早苗对这个对川普的这种阿谀谄媚几乎就已经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了所以你说川普最喜欢就是这样的调调扒着他的大腿，然后呢，这个尽量的奉承他，然后取悦他。所以因此你说川普在访中之前顺道到日本去一趟，这也并不令人意外。再加上高市现在已经掌握了日本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国会的席次甚至已经具备了修宪的能力了。所以现在外界都在预估说，接下来自民党有没有可能就直接来修宪法第9条了？那对美国来讲我认为美国对于高市修宪这件事情是某种程度是暗中乐观其成的，因为美国想要巩固他在印太地区的角色跟地位，他又不想自己牺牲奉献，脏了自己的手，所以他最好就是需要有几只看门狗，要有看门狗就一定要有牙齿那看门狗如果没有牙齿，那看门狗也没有用所以呢，如果今天日本没有具备牙齿没有具备一点武器，这个给这些小弟小妹的话你说叫他们来帮美国在这里捍卫美国的利益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稳定，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其实我几乎可以预估得到的就是说，美国对于日本的这一次，如果高市真的要走向修宪的话，美国这个私下的态度应该是属于一放手乐观其成的，因为唯有这样子做，日本才会具备更大的这个主动性那么插手整个的印太地区的事务就能够更不需要美国亲自出手了。那么，但是你说我们看到 Politico 说，在接下来的这1年，川普跟习近平会见4次面，那是 Politico 讲的那是美国自己放出来的消息我相信绝对不会是习近平中南海自己去联络 Politico 的记者说我要放这个消息给你的。对。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消息呢？就是刚刚大使讲的因为需要冲洗嘛，因为他需要一些好消息去掩盖国内的这些坏消息。所以你说到底4月份习近平跟川普会不会见面？
我觉得很难讲就川普大概是全世界现在排名这个第1名最想见习近平的人那但是问题是习近平要见他，习近平何尝不知道这是给川普加分呢？那就要像刚才大使说的，川普你要拿什么东西来交换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前几天，我们看到习近平跟俄罗斯跟这个川普同时通了个电话，那电话里头跟川普讲了2个小时，他特别再三强调军售的问题，而且他的用词其实已经超乎了外交词句的这种礼仪的模式了，已经几乎到了画上红线警告的态度了。这个像大使是外交官非常的熟悉，就有些词句不是在彼此的正常外交这个对话当中可以用到的，可是习近平用了，他用了要求川普要谨慎的来面对跟处理对台的军售问题。是，那么因此如果美国还是照现在这样现在不但要卖我们，逼着我们台湾交了1.25兆去买它的军购，然后接下来美国又通过了所谓的台湾保护法案那么现在就等着川普要不要这个签署公布，这些东西都是造成川习会是否可能成型的一个重大障碍了。就如果今天川普没有做任何的调整，仍然是玩这种把戏，玩2手的把戏面子上讲好听话，然后台面上不断在你背后捅刀，那我相信习近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没有必要在这个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帮你川普造势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如果川普在访日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走向做出公开的表态赞成的话，那这也会严重的影响到川普能不能够跟习近平见面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4次会面是川普乐观的期待但是能不能见得成，到底要见几次，那就要看川普的表现了。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现在等于说是美日联手会影响到整体接下来2026的亚太地区的发展。当然，台海形势也包括在这当中。刚刚讲到的世界2大阵营，除了我们刚刚讲的2线嘛，美日之外，还有就是中俄。中俄在今年的发展又会是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来看到今年的1月4号，习近平主席才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了这个视讯。那他没有预告接下来会不会跟普丁来做见面啦？就是这个习普会到底会不会成型，不知道。但是呢，习近平也特别强调了2026年的重要性，它是中国大陆“15+5”规划开局之年。那中方会跟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一起共同发展机遇。今年同时也是重要的日子，包括了中俄的战略协作30周年跟合作条约25周年等等。今年有没有可能在中俄上面可能有哪些新进度？汉庭又怎么看？在俄罗斯国内莫斯科的精英早就已经抛弃了对西方的幻想，在莫斯科的舆论场上谈论的不再是如何融入到欧洲，而是如何的来搭上中国15+5的快车。尤其在川普的回归之后让整个华盛顿充满了交易跟不确定的色彩，世界的动荡不安。所以中俄之间双方的背靠背合作早已经单纯的超越了地缘政治的权宜之计，而是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定海神针。我们纯粹的从贸易上面来看目前中俄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都突破了2000亿美元，而在2025年呢，更高达了2281亿的美元，来到了历史新高。所以很显然的，未来至少几个层次的合作。第一呢，在能源上面俄罗斯对中国大陆的能源出口不再只是单纯的当一个卖油翁，我就是输出石油啦，而且最新的进展包括在核能甚至是北极的航道，在他们的开发上，中俄都已经进入了深层的绑定。面对大陆正在进行的15+5的规划，所以呢，俄罗斯也寻求中国大陆更高质量的一些制造业，而且呢，要寻求一些陆地上陆路运输的这些能源，那都能够有很好的合作。而第二，双方呢在金融上的去美元化合作也会更加的深刻。再来第三呢，普丁还特别提到了11月的深圳 APEC。为什么？今年的11月 APEC 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这是中国大陆的科技之都，也是被美国制裁名单的重点关照城市。所以普京承诺要去这个出席深圳 APEC，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信号。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将在遭到科技封锁的最前线，展示突破这个围堵的决心。那么在今年，习近平主席跟俄罗斯总统可能会见几次呢？大胆预测至少有3到4次。第一个呢，在上半年，因为普京总统极可能对大陆进行国事访问，这个克里姆林宫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释出讯息了，这就是对30周年的最高规格庆祝。
另外呢，也包含了上合会的组织、金砖国家的峰会，以及11月的深圳 APEC。所以至少3次，多的话呢，应该要有4次。所以可想而知，在2026年如果这边都讲说啊，这个中美呢要建4次的会谈，但这个会谈里面更多也都是一些交易啦、算计，关键是川普怎么样去得到他的好处。那么大陆呢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合作，其实呢也是一种对冲，而且呢反而是一种肝胆相照的表现。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